为什么演谋士比演打戏难10倍？聊聊诚意的谢怀安。假如有一天，有人把一个剧本递到我面前，告诉我，这个男主角从头到尾一场打戏都没有，不能靠武力，不能靠爽感，全程就是坐在那儿用脑子跟人斗，说实话，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想拒绝，因为这种角色太难了。今天这期我不打算做全面剧评，我就想钻一个点，一个字，收。聊聊诚意在《长安24记》里的谢怀安到底难在哪儿？慢慢说哈，这个事儿我琢磨了挺久。先把这个故事的底子铺一下，不然你不知道谢怀安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里。这部剧是架空背景，所谓文成年间，讲的是一个背负灭门血仇的人，怎么一步一步走回权力中心去复仇。谢怀安本名刘之，是虎贲设计者刘子温的儿子。家族遭了灭门之灾，他侥幸活下来，然后化名蛰伏了10余年。你注意这个时间长度，10余年，一朝回到长安。表面上，他不过是个淮南来的小小县衙主簿，最不起眼的那种角色。可底下，他要在帝王萧武阳的局里，联合一帮忠义之士，去拆穿一个足以列国的大阴谋。你听这个设定就知道，这是个以弱搏强的人。他手里没有刀，没有兵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脑子和那张谁都看不透的脸。关键就在这儿，他几乎是个零武力的角色，不靠拳脚，不靠刀剑，全靠智谋和隐忍。有人给他一个特别准的形容，叫无刃之剑。你品这4个字，剑，但是没有刃。他的杀伤力不在挥砍，在于让你看不见他什么时候出手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几年我们看古装大男主，看习惯了什么？看习惯了放打戏、燃戏、高光时刻，一个回眸甩出去3米气场。那种表演，观众看着爽，演员也有发力点。可你想想，一个全靠无刃之剑撑起来的人，他没有这些，他不能燃，他得忍。所以谢怀安这种角色是反着来的，他要的不是放，是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收比放难？这是我今天最想聊的核心。我这么说吧，放的表演是有处使力的，你哭，你吼，你爆发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到你在演，看到你的努力，情绪是外放的，接收成本低，观众的眼睛会被你牵着走。但收不一样，收是把所有东西往里压，压住的愤怒，压住的杀意，压住的痛，它不能写在脸上，只能藏在眼神里，藏在一个停顿里，藏在一句话的尾音里。这种演法最要命的地方在于，它没有地方藏拙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关键。一个外放的角色演得稍微用力一点，观众还能说，哎，这个演员挺卖力。可一个内收的角色，你一旦内功不够，镜头一推进，那张脸就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观众虽然说不出哪儿不对，但他就是觉得不信。收的难，难在你得用一张几乎不动的脸，演出千层心思。而且，对了，我得先补一个背景，不然你体会不到这个难度。这部剧同框的是一批什么人？我数给你听：倪大红、王劲松、刘奕君。倪大红是什么级别？拿过白玉兰最佳男主的人。这一水的老戏骨往那儿一站，气场是实打实的。行，现在回到他，你想象一下，你一个相对年轻的演员，用的还是收这种最不讨巧、最容易吃亏的演法，身处这种级别的对手中间，稍微一虚，立马就被比下去了。这种压力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有花絮专访里提到，说诚意在一众老戏骨面前游刃有余，毫不逊色。这句话听着轻，分量其实很重。公开评价里有个说法，我觉得挺到位，说诚意这次是收敛而富有层次的表演。网上还有人形容他给了谢怀安一种寂静的狂暴感。寂静的狂暴，你体会这个矛盾。表面安静的像长安官场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人，底下是这么多年没熄过的火。这种东西，火候差一点都不行。慢工出细活，装是装不出来的。这是别人给的说法，但我个人是认同的。然后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，我必须单独拎出来说，眼神。
我们老说眼神戏好像挺玄的，挺虚的，但你具体想一下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同一张几乎不动的脸，这一秒要让人读出杀意，下一秒要让人读出隐忍，再下一秒要藏住一闪而过的痛，全靠眼睛。没有台词帮你，没有动作帮你，没有配乐能替你说话。眼睛是脸上唯一还能出声的器官，而你只能用它。我顺着这个说一个我自己特别有感触的对比。之前网上有人把程毅几个角色的眼神放一起看，萧秋水、李莲花还有谢怀安，3个角色，3种完全不一样的眼神内核。你想李莲花，那是莲花楼里她演的，一个看破红尘，把江湖恩怨都熬成淡然的人，眼神是往回收的，是温的，带着一点疲惫的通透。莲花楼的编剧当时还说过一句话，说李莲花就是程毅，浑然天成。可你再看谢怀安，同样是收，这次收的不是淡然，是杀意和算计，眼神是深的，是冷的，是深不见底的。一个让你觉得暖，一个让你觉得后背发凉。能让同一双眼睛在不同角色里承载这么不一样的东西，这真不是天赋2个字能糊弄过去的，这是有方法、有积累，一步一步攒下来的。我再往技术层面多说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收真正的门道。内收型的表演玩的是留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把话说满，不把情绪给足，故意留一块空白，让观众自己往里填。一个微表情，一个迟疑半秒的反应，一次该笑却没笑出来的嘴角，这些没做满的地方，反而是信息量最大的地方。可这种留白特别考验分寸，留多了，观众接收不到，觉得你面瘫；留少了，又破了那层深不可测的壳。这个度是毫米级的拿捏，所以我才说眼谋事，鼻眼打戏难。打戏的标准是清楚的，动作到不到位，利不利落，可收的标准是模糊的，全凭那一口火候。这部分我不是100%能说尽，凭我看到的片段说啊，你们追全剧的肯定比我更有发言权，有不同看法评论区告诉我。行，说到这儿，我也得讲点不一样的声音，不然显得我不客观。确实有人说，这部剧节奏偏慢，路人观众一开始不太容易入戏。我先把这个声音原样摆出来，不是我的判断啊，你听完整再下结论。但你顺着今天这一整套逻辑想下来，就明白了。一个以收为核心的内敛型表演，加上一个权谋为骨、信息量密集的剧本，它天生就是慢热的，挑观众的。这是结构决定的。外放的爽剧能让你3分钟就上头，因为它把刺激直接喂到你嘴边，而收这种东西，需要你坐下来，静下来，慢慢品。它的回报来得慢，但来得深。说白了，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这是这类角色，这种演法本来就要付的代价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能把一把无刃之剑磨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说这些，不是要把谁捧上天，我也不是说这部剧，这个表演就完美无缺，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地方。我是真觉得，在这个大家都爱走捷径，都爱抢爽点的时候，还有人愿意往难里走，往收里走，选一条最不讨巧的路，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被看见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假如这个剧本递到我面前，我敢不敢接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我大概率不敢，因为我太清楚那把无刃之剑有多重了。你要扛着10余年的仇，演一个表面波澜不惊，底下惊涛骇浪的人，还得在一群老戏骨中间稳稳地站住，这不是谁都敢接的活儿。而他接了，还把他握稳了。所以最后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你去找一段谢怀安没有台词，纯靠眼神的戏，就盯着那双眼睛看10秒。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读到了几种情绪。我挺好奇你们的答案。今天就到这儿。